我跑大车时，经常带头闯新路，行里叫冲煞。我走过，其他车才敢走。事后我能收到好多红包。总有人问，你冲煞时没见过什么吗？我想了想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总有人在夜里拦车，路中央时不时倒下个碰瓷的，高速旁有时还会出现几个一模一样的村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修罗像，菩萨心，你这辈子注定吃阴阳饭。12岁，我在水沟里救了个疯疯癫癫的老头，他这么对我说，然后送了我一根桃木制的11节打魂鞭。我没信他的话，18岁出村跑大车，30来岁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家庭，我的人生几乎完美。可顷刻间，父母离世，妻子病故，兄弟背叛，我背着巨额债务，只剩了一儿一女。走投无路时，我在柜子底下又看见了那根打魂鞭。唐东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开着车带着我的客户往山上走。唐东明显是喝大了，卷着舌头道：龙长栋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兄弟是心善，给你一条活路走。我去你妈的！我挂了电话，直接把唐东拉黑。后视镜里，后面坐着的母女俩多少有些紧张，我只能抱歉地冲他们点点头。不怪他们怕我，我人长得比较凶，身材也远超常人的高大，从小就被人说像张飞，像李逵。最近没怎么收拾自己，一脸胡茬，看起来更像了。唐东是我曾经的合伙人，也是我发小，我们一个村子出来的，一起跑大车，一起娶媳妇，一起成立物流公司。唐东以前很瘦，个子也不高，我长得比他壮，就让他叫我哥，四处罩着他。跑车时碰到要动手的，我都挡在他前面。冲煞他害怕，我就自己去，回来红包分他一半。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，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我一定要平平安安地把你带回去。我曾经以为唐东就跟我的家人一样，我们的感情一辈子都不会变，可他却在我忙于照顾父母和生病的妻子时，做空公司，转移资产，最后接私活，让我背上了巨额违约金。可即便在那个时候，我都没有怀疑过他的用心，直到我为了筹集妻子的医药费，跪在他家门口，亲眼看着他把我用仅剩的200块钱买来的排骨喂给了他家的狗。他说：龙长栋，你他妈想当谁哥呢？你现在连我家的狗都不如。最终我虽然凑齐了手术费，可还是没能救回我老婆。弥留之际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长栋，别怪自己。唐东是个蛇蝎心肠的小人，那种人不值得对他好，也不值得去恨他。你带着孩子好好生活，离唐东远远的，别为难自己，别让自己太累。我趴在他的手边大哭。我刚刚接受父母离世，却又要送挚爱离开。太阳升起时，我又没了一个亲人。唐东人模狗样的开了自己的物流公司，而我变卖家产，还有一堆债务要还。我知道我不能冲动，我还有一儿一女，还有老岳母要照顾，但我也暗暗下定决心，我跟唐东的账迟早要算一算。龙先生，还有多久到啊？坐在我车后座的女孩母亲可能是看我沉默了太久，试探地张口问道。不远了，大概半小时。我看了一眼导航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阳丰县金鹤桥青松山公墓。说是公墓，但其实就是一片废弃的荒坟。我跟那母女俩一起坐火车到达阳丰县，打了一圈出租车，结果一听地址，司机连车门都不给我们开。最后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自己租了一辆车。我看了一眼副驾驶的位置，那里放着我刚买的工具：铁锹、汽油、斧子、撬棍，还有那根我从柜子底下掏出来的打魂鞭。说起来，这样的活计我也是第一次干。之前为了还债，我帮一个做房屋中介的兄弟洗了几次凶宅，就是去那种死过人的房子住一段时间。我这人平时没什么害怕的东西，更无惧鬼神，只要钱给的够，
什么样的房子我都敢住。结果一来二去，竟也在中介间传出点名声。这对来找我的母女就是听了中介的介绍，只不过他们委托我的任务不是洗凶宅，而是断桃花。苦主是一个叫陈萌萌的小姑娘，20来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现在正缩在她母亲的怀里，精神萎靡，脸色惨白，眼底乌青。据她向我讲述，她是在3个月前，也就是清明过后，开始频繁梦到一个陌生男人。起初她还以为是自己想交男朋友了，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没怎么当回事。在梦里，她跟那个陌生男人相谈甚欢，甚至一起出游约会，就是她一直看不清那个男人的脸，只是直觉他应该是个年轻英俊的男子。一段时间后，男人问她愿不愿意正式和他在一起。陈萌萌深陷在甜蜜的梦境中，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可这一同意，情况就变了。陈萌萌的梦逐渐开始阴森恐怖，她频繁梦到摆着牌位的灵堂，埋在土坑里的棺材，惨白的墓碑。每当她想逃，那个男人就如同背后灵一样紧随着她。你不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逃不了的，我在等你。陈萌萌越来越不敢睡觉，好不容易睡着就会陷入梦魇，每次都是大喊大叫的惊醒，整个人精神紧绷到近乎崩溃。陈萌萌的母亲李霞得知后，带她去了各种大医院，看了很多精神科医生，开了一大堆药，可都没什么用。最后不得不开始找偏门，也见了很多大师，能人异士。不少师傅说，陈萌萌这是招上了阴桃花，对方就是冲着姑娘的命来的。之后法事也做过，纸人也烧过，陈萌萌的梦魇却反而更严重了。她开始梦游，甚至渐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，好几次差点从楼上跳下去。前不久，陈萌萌又一次梦游，在纸上胡乱写下一个地址：阳丰县金河桥柳棉路尽头。李霞在手机上一定位，当即吓了一跳。地图上显示的正是阳丰县青松山公墓。有了地址，一位老修士给李霞出了个主意，让她务必找个阳气重、八字硬的人，陪着陈萌萌去那个地方走一趟。找到原主，在正午的时候，把那东西挖出来，一把火烧干净，折了他的修为，彻底断了这朵桃花。不过这么做有风险，万一找的人没压住那东西，那他和陈萌萌可能都回不来了。这种要命的事儿听着容易，真要找人做还是很难的。李霞也是各种打听，最后通过房屋中介找到了我。我一开始也有所怀疑，毕竟这事儿听着太玄乎。我不怕那什么阴桃花，我是担心李霞和陈萌萌是骗子。可等见到李霞和陈萌萌本人，我却不忍心拒绝了。李霞近乎绝望的模样，跟我当初四处为妻子筹集医药费时一模一样。她见到我，就像好不容易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话都没出口，人就扑通往地上跪。我紧忙拉住她，她攀扯着我的手臂：“龙先生，我们是真没办法了，求求您，我女儿快挺不住了。”我看了一眼陈萌萌，小姑娘已经很久没睡过完整的觉了。她想扶起自己的妈妈，可是没力气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自己也有个女儿，这事儿我应了。我扔掉嘴里的烟头，成与不成，我陪你们母女走一趟。咱们到了。行驶过一段狭窄的山路，我终于看到了青松山公墓的大门。大门只剩下一个铁架子，上面的字也掉了好几个，看起来确实是荒废了。我缓慢开进大门，只见整片墓地建在一处山坡上，前面2排似乎整修过，算是比较规整，有墓碑有石砖。后面就完全是荒坟的样子了，坟包歪七扭八的，长满了杂草。听那些拒绝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说，这座公墓原本是乱葬岗，
后来县里打算整修建成公墓，可自从动工就开始频频出事，请谁来看都没用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。从那以后，这段山路都没人敢来了。听说要是起雾天来这片，总能看到路边有人拦车，你一旦停下，就再也开不出去了。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把车停到台阶下，拎着工具准备下车。陈萌萌愣愣地缩在李霞怀里，好半天才摇了摇头。我问过，她没告诉我。李霞一听也犯了难，那怎么办？这里这么多坟，萌萌你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线索？陈萌萌甚至都不敢往窗外看，长久不睡让她的注意力很难集中。她努力瞪着眼睛，想了好久，开口道：有灯笼，他带我去他家看过。我记得有2个大灯笼，我们进门还有个戏台，还有鱼。萌萌，不是让你想这些，你想想他的名字或者姓什么。没事儿，还有时间。我打断已经有些急的李霞，我先下去看看，你们在这儿等我。我拎着铁锹下了车，在各个墓碑前面看，大部分刻字都不清晰了。至于后面那些荒坟，有的墓碑都烂了。我瞅了一圈，也没看到有哪座墓特殊一点，眼看要到正午了。我正在思考要不要随便挖一个，就当给陈萌萌解个心结。或许她以为事情解决了，就不会做噩梦了。说穿了，我到现在也还是不太信，真的有个什么阴桃花在这里作怪。正当我挑选目标时，一片树影突然投在我身上，让我一下子很不舒服。我循着影子看过去，在一片荒坟后面种了一排柳树，树种的特别密，有2、3棵都被挤死了。我一下想到了陈萌萌写下的地址：阳丰县金鹤桥柳棉路尽头。柳棉路是我们刚刚走过的山路，那它的尽头。我向着那排柳树走去，绕过密密麻麻的枝干，一座掩藏在树影下的怪异坟墓出现在我面前。我赶紧走上前，只见那墓碑上模模糊糊地刻了个柳字。让我吃惊的是，这墓碑四周雕梁画栋，顶部翘起的屋檐下还真刻有2只大灯笼。我回到车上拿其他工具，顺便让李霞把陈萌萌带过去。听说我真的找到了，李霞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，全身都在颤抖，但她还是很坚强，紧紧搂着女儿下了车。我拿工具时又看到了我的打魂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它本来该是盘在座位上的，此刻却抻直了，11节桃木都扣得紧紧的，尖端直直地冲着窗外柳树的方向。我把它拿了出来，别在了腰上。那座坟虽然墓碑很像那么一回事，却没有坟包，背后是一整块石板，直接扣在了地上。也不知是不是年久失修，石板缺了一块，露出个黑漆漆的洞。我清了清周围的土，然后把撬棍探进了石板下面。随着正午的光线照射过来，我狠力一压，把石板撬了起来。啊！李霞慌忙捂上了女儿的眼睛，自己却禁不住地惊叫一声。我把石板推到一边，自己回头看去，顿时也毛骨悚然。这石板下的坑洞里没见尸体残渣，只有密密麻麻的树根，它们虬结缠绕，戳破了那口红木棺材，在原本应该躺着尸体的地方团成一个人形，头、颈、身4肢俱全，只有五官还很模糊。我提起汽油桶就泼了下去，不管这里面什么东西，一把火烧干净总没错。可没等我点着火，原本缩在李霞怀里的陈萌萌突然冲了上来，我被她一撞，手里的打火机掉进了棺材里。萌萌！李霞扑上来抱住陈萌萌，陈萌萌却像疯了一样，张牙舞爪地厮打我。我抓住陈萌萌胡乱挥舞的手，发现她的眼白都翻起来了。你抱住她！我朝李霞吼了一句，将他们母女俩向后一推，然后果断跳进了城关的大坑里。平地上突然卷起一阵旋风，那一排种在坟边的柳树仿佛活过来一样，挥舞着枝杈朝我打了过来。我拔出别在腰上的打魂鞭，凌空一挥，
异常清脆的啪一声，那些柳枝仿佛都有意识般的集体向后缩。我趁机伸手进棺材里摸索打火机，碰到那具尸体时，我心里一惊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像树根，可摸起来是软的，甚至透着像血管一样的纹路。我看到打火机恰巧卡在2条树根的缝隙里，探手去拿，那些树根却突然蠕动起来，卷住我的右手，用力向下拉扯。龙先生！上面传来李霞的喊叫和陈萌萌不断的嘶吼，一旁的柳枝又一次压了下来，数不清的尖锐枝杈瞄准了我的身体。我知道生死转瞬间，遂心下一横，反手抓住卷着我的树根，狠命一扯。那身体被我拉起来的刹那，我眼前恍惚，仿佛看到被我从棺材里拽起来的是一个人，连四周的场景都变了，荒坟变成了深宅大院，无数的人围拢着我们。我眼前的人甚至还穿着大红的婚服，我看到他们把一个又一个尖叫不停的女孩埋进树坑，封住五窍，填上肥土。那上面长出的柳树腰也异常，数不清的人在朝着柳根跪拜。一个胖乎乎的男婴被人高高举起，那些人的脸上满是向往和贪婪。然而不消片刻，他们就变得神情呆滞，然后齐齐转头看向我。透骨的寒气和刺耳的尖笑让我瞬间清醒，我感觉到了满满的恶意和污念。我杀性顿生，从小就是如此，越是要命的时候，我越是什么都不怕了。如果我横死在这儿，那我一定比厉鬼还要厉，比恶灵还要恶。左手的打魂鞭被我用力一震，11节桃木一环扣上一环，我也不管它能不能经受得住，扯住那具尸体，就狠狠往里一捅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纯木质的打魂鞭此时真的坚硬如铁，直接贯穿了尸身。本来已经刺破我衣服的柳条，唰地缩了回去。我好似听到了一声尖叫，伴随着那平地而起的旋风忽地消失了。我一把抓住了掉下来的打火机，火苗窜起来的同时，我跳出了大坑。李霞和陈萌萌都倒在地上，李霞脸上、手上都是血，但到最后关头，她也没松开抱着女儿的手。这场火烧了足有半个小时，坑里那东西好像真的怕火，最后烧得连点残渣都不剩。我从一堆灰烬里找出个铁盒子，砸开一看，里面放着陈萌萌的照片、生辰八字和一缕系着红绳的头发。陈萌萌一早就晕了过去，李霞照看着她。我把东西拿给李霞看，李霞握着那缕头发，嘴唇都在颤抖。这不是萌萌现在的头发，我记得这红绳，这是她的胎发。能拿到胎发的8成是家里人，后面李霞没有说，我也没有问。至于那棺木里的东西，我偶然想起以前跑大车时听老一辈人讲起过，这附近的人家如果后嗣单薄，就常常挖一块柳根带回家供着。柳根意味着留根，我没办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联系，只是看着这座怪异的柳木，就感到一股股恶寒。走时我连石板都没有盖，将那棺木里的灰烬通通暴晒在太阳底下。我们一起离开了阳丰县。路上陈萌萌醒了一次，没说几句话就又睡过去了。这一路她都睡得很沉，没有再被梦魇缠上。我把李霞母女送到了家门口，本来依照约定李霞要支付我5万的酬劳，但我看到了李霞家里的情况。李霞正在跟她丈夫打离婚官司，家里仅剩的积蓄都给女儿看病了，准备支付给我的那5万也是她四处找人凑的。最后我只拿了1000块，全当路费。我们说好，等李霞离婚，拿回属于她的财产，再把剩下的给我。毕竟我也缺钱，虽然这次没挣到钱，但我也用那1000块给2个孩子和岳母买了不少好吃的。
我们一家人晚上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火锅。吃完饭，我帮岳母收拾厨房。岳母小声跟我说：“你不在这2天，唐东来找你了。”他来干什么？我一听就警惕起来。我没给他开门，隔着门骂了他一顿。老岳母道：“我都跟别人打听了，他开的那家公司最近有条道走不通，他一准想找你帮他冲煞，你可别搭理他。你放心吧，妈。”我暗地里咬了咬牙，他的账我还记着呢。晚上睡觉前，女儿悄咪咪进了我的房间：“爸爸，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我笑着问。我闺女像她妈妈，又温柔又坚强。我伤心颓废那段时间，岳母还在老家没有来，我才10岁的闺女就一边给她弟弟冲奶粉，一边给我煮面条。我听到动静，走进厨房，看到她时，她还冲我笑。她说：“爸爸，你饿了吗？我马上就做好了。”可以说，没有女儿撑着我，我可能都走不出那些日子。女儿神秘兮兮地把一个小香包放进我手里：“这是我跟姥姥去求的平安符，我磕了好几个头呢。爸爸带着她平平安安的。”我把女儿搂进怀里，摸着她柔软的头发。不管以后的生活多艰难，为了家人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第2天早上，唐东又来了。他看起来似乎一晚没睡，眼圈乌青。见到我，倒是比以往客气了许多。“龙哥，咱们好歹是老乡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过得这么难。这么着，你来帮我跑车，车我给你配，佣金我照给，一趟货下来，我多给你提2成。”他看我只是盯着他看，没说话，又多伸出一个手指头，3成。行了吗？除了你，咱们这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要能找到第2个这种待遇的，我立刻跪下给你磕2个。我定定地看着眼前这张2面3刀的小人嘴脸，怎么都跟以前那个总跟在我屁股后头，遇到事就会叫龙哥的憨厚小伙对不上。龙长栋。他看我迟迟不说话，觉得自己又丢了面子：“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还20好几啊？谁没你还开不了工啊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都混成什么样了，老婆都让你克死了。再过2年，你上赶着给老子当司机，老子还！”我从头到尾没回嘴，而是直接回厨房抄起把菜刀。“哎，龙长栋，长栋！”我岳母看到我动刀了，赶忙跑出来拉着我。唐东一看到，脸都吓白了，没等我走到门口，撒丫子就跑。“龙长栋，以后有你后悔的！”眼看他跑了，岳母赶紧抢下我手里的刀：“长栋，你干嘛呢你？孩子们还在呢。”“妈，我就吓唬吓唬他，要不他以后还得来。”我安慰老太太，回身正看到透过卧室的门缝，担忧地望着我的女儿。我冲她笑笑，生生压下心头的血腥气。唐东一路跑出了小区大门，跟着唐东干的司机李丁正在车上等着他。一见他自己上了车，立马面露难色地道：“唐总，龙哥还是没答应啊。”唐东喘了半天粗气，才让狂跳的心安静了一些。刚刚他真的觉得龙长栋想杀了他，那张本来就吓人的脸变得更像地狱里窜出来的恶鬼了。操，他不干拉倒，老子够给他面子了。李丁一听就苦着脸道：“可是龙哥不来，谁去冲煞啊？小马在医院还没出来呢，老张他们都不敢走。昨个听说跑建材的大华连一半都没走上就出事了，今早车才被拖回来，让谢鹏去。”唐东皱着眉道：“谢鹏胆子大，局子都进过好几次了，他不信这些。可是谢鹏……”李丁下意识觉得不合适，谢鹏是胆子大，可谢鹏本人就邪，为了搞点钱，什么事儿都干。李丁总觉得这种人不怕邪乎事是因为没碰上，只要一碰上，老天肯定不会保佑他的，搞不好就是大事儿。以前龙长栋开公司的时候，也有人推荐过谢鹏，龙长栋就没用，觉得他这人没德行。行了，就他了，我多给2倍的钱，他乐不得。唐东没再听李丁啰嗦，直接拍板道：“不就一冲煞吗？
胆子大就行。那龙长栋不给老子面子，等这回完事儿，老子非再让他再长长教训不可。我跑了几天外卖，又从中介王明那儿接了一个洗凶宅的活儿。王明跟我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他才刚入职。我看他从农村来，不太会说话，也抢不上活儿，就指定他领我看房子。后来我成了他的第一单客户。我也没想到，我落难后他是第一个向我伸出援手的。洗凶宅这种活儿，王明之前自己也干过，但可能是体质问题，他干一次病一次。向我介绍的时候也再三跟我强调，万一觉得不对劲，立刻就逃，什么都别顾虑。这次我接的是一个小2楼，算不上别墅，位置在城中村。一家3口被个入室抢劫的杀害了，但凶手没能逃跑，男主人临死前把凶手反杀了。王明这次送我来，尤其害怕，腿都打哆嗦了，却又坚持着不肯走。哥，这次不一样，以往都只有那些无辜的住户，这次可是有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在，你一个人太不安全。我被他逗乐了，也没赶他走。结果睡到半夜，我被他的一顿尖叫给喊醒了。这家伙自己壮着胆子去上厕所，完事儿竟把自己关在里面了。哥，门打不开了。这小2楼有些年代了，装修很老旧，厕所还是那种挂锁，可能因为上锈了，挂上就卡住了。你别害怕，我去找个钳子。别，哥你别走，我感觉我后面有人。我听王明喊的都有哭腔了，就没有动。那我晃晃着门，你看锁扣松了就开试试。知道了。我大力摇晃了几下厕所的门，也听到了门锁松动的声音，可王明却没有动静了。王明，只隔了一扇门，前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，王明不可能听不到我的声音。我心道不好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冲着门锁的地方狠狠踹了一脚。砰的一声，门后的锁直接被我踹脱扣了。我一把拉开厕所的门，只见王明直挺挺地站着，盯着我的眼神从呆滞到逐渐阴邪。那眼神绝对不是王明的。操你妈的，什么东西？从我兄弟身上滚下来！我一把抓住王明的领子，把他从厕所里拖了出来。让我有些惊悚的是，王明被我拖着，几乎不能直立行走。但不管他怎么被拖在地上，他的头一直使劲仰着，眼睛始终动也不动地盯着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里一直亮着的灯啪的一声全灭了。其实城中村停电是常有的事，但恰巧发生在这种时候，换成其他人可能直接就吓破胆了。可我不怕，王明留下来是为了陪我，我不能让他有事。我脚步半点没停，抓着王明的手逐渐僵硬。我看不见，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顺着那只手要爬上来了。妈的，老子今天要死在这儿，第一个就跟你鱼死网破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骂谁，硬是拖着王明回了卧室。一进卧室，我就听到了打魂鞭震动的声音，一个冰凉的东西就在这时攀上了我的脖子。我扔下王明，2步迈到床边，拿起打魂鞭就往自己脖子上抹。尖锐的桃木划破了我的皮肤，火辣辣的疼，却让我眼前一片清明。我看到了窗外透进的月光，也看到了晃晃悠悠站起来的王明。我挥舞着打魂鞭就朝王明身上招呼了过去。啪的一声，王明跟着一声尖叫。啊，哥你打我干啥？我俩一夜没睡，撑到了天亮。后半夜就来电了，再也没发生什么怪事。王明被我抽了一鞭子，胳膊上肿了一条，但精神却格外的好，甚至有点亢奋。王明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就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烧，长大了有时也浑浑噩噩的，精神总是不集中。家里的老人都说他八字轻，让他少往邪性地方去。我听了立刻把王明赶走了。之后自己在那儿住了1个月，再没遇到奇怪的事。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在城中村住的这1个月里，唐东的公司出了大事。谢鹏死了，
死在冲煞的路上了。谢鹏的家人闹上了唐东的公司。谢鹏不是什么好人，他的家人也很无赖。谢鹏死了半个月也没给下葬，就停在唐东公司门口，嚷嚷着让唐东赔300万。警察来了也没用，刚赶走一会儿，人又被抬回来了。唐东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一边面临着被家属闹事，连公司都不敢去，一边眼看着已经签好的合同，车却没法上路，马上要违约了。唐东被逼得没办法了，心下一横，竟然自己开车去冲煞了。跟唐东合作的薛文平找到我时，我才知道，唐东冲煞不是一个人去的，薛文平的儿子薛亮去找唐东催促送货的事儿，唐东竟然把薛亮一起带上了。薛文平是干蔬菜批发的，自己有3个超大型的蔬菜基地。我以前开物流公司时也跟他合作过，虽然没什么交情，但人挺亲和，付钱也痛快，就是运输条件定得高。毕竟是蔬菜，必须保持新鲜。我知道你和唐东的恩怨，我不指望你去救他，但我儿子是无辜的。薛文平说得很恳切，这样只要你跑一趟，不管成不成，30万定金都不用退。但凡我儿子平安回来，我给你双倍。说完，薛文平就打算给我转款，我连忙按住他。薛总，不是我不想接，以往冲煞，我只是跑路，没救过人。我有些困惑，如果真的出了事，应该先找警察。我们跑车说是冲煞，其实一是为了心安，二也是探探路况，真没那么多邪乎事儿。虽然我最近遇到的邪乎事儿也不少了，但跑车我毕竟干了那么多年。唐东的公司出事儿，我觉得主要是他太急功近利，新路跑车本来就该谨慎。毕竟跑大车经常要走夜路，而且时间长，司机精力消耗大，稍微有一点不妥帖的地方，都可能造成意外。长洞，这条路的事儿你还不太清楚。薛文平见我不太信，连忙接着道，这条路打通之前，前后2段就经常出事儿。本来中间隔了座山，好几次要动工都半途停了，听说那山一直打不透。后来也不知工程队在哪儿找个大师，给隧道前后安了2龙头，硬是给打通了。这白天跑跑还没事儿，夜里要进了那隧道，就总有出不来的。唐东公司的小马、谢鹏，还有跑建材的大华，都是在隧道那儿出的事儿。跑隧道出事也常见，尤其是比较长的隧道。比较疲惫的司机可能跑着跑着就恍惚了，忘了自己进来多长时间了，心里一慌就容易出事。他们出发已经第5天了，照理说昨天就该到了。薛文平擦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可我昨天给我儿子打电话，问他到哪了，他说在过双龙隧道。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怎么才走一半？后来一想，可能是走得慢，就也没多问。可等到了晚上，薛文平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都开始发抖。我又给儿子打了通电话，问他到哪了，他却还是那句话，在过双龙隧道。薛文平当晚联系了唐东公司其他人，得知唐东早1天就打电话说要过双龙隧道了。这车走得再慢，也不可能走一条隧道走上整整2天啊！薛文平慌了，一边报了警，一边找上了我。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，可我心里没底。薛文平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有些事儿说不明白的，阴阳2条道我都得走。长洞，老哥哥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一个儿子。我答应了薛文平，薛文平很能耐，当天下午就把我当初卖掉抵债的老姐放牌重卡开回来了。这是跟了我7、8年的老伙计，我开着最顺手。唐东公司的李丁要跟我一起去，为了救人，我们打算2班倒，中间不休息了。薛文平也曾经建议，要不我们开小车走，更快也更稳。但我拒绝了，既然是冲煞，那就要开大车上路。我师傅教过我，大车冲煞跟小车不一样，大车视野高，在路上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我们傍晚上路，我开夜班，李丁开白班。李丁也是开大车的老师傅了，以前只跑单帮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想要稳定些，才跟着唐东干起了物流。
我跟唐东干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们的事儿，我那时还以为你是退了，不干这行了呢。李丁在路上跟我闲聊，后来才知道你是被唐东坑了。唐东那人好高骛远，我要不是签了合同，早就换别家了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当初也没想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。我跟李丁倒了2班，头2夜都平安度过了。龙哥，龙哥！我被李丁叫醒时，天又擦黑了，外面飘起了小雨，我们离双龙隧道已经不远了。此时路上起了层淡淡的薄雾，我能感觉到李丁有些紧张了。换我开吧。我跟李丁换了位置，李丁坐到了副驾驶上。我还不困，我再跟你盯会儿。薛总来电话了吗？警察找到人了吗？我问道。李丁摇摇头，就早晨打了个电话，说是监控一直没拍到唐东的车，2人电话都打不通了。警察现在怀疑唐东把薛亮绑架了。我不置可否，那确实是唐东能干出来的事。突然，李丁倒吸口冷气，整个人抖了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偏头看了他一眼。李丁使劲眨了眨眼睛。龙哥，刚才过去辆大巴车，你看到没？我看到了，车速还挺快。那辆大巴超了我们，现在埋进雾里，看不到了。我好像第3次看到这辆车了。李丁挠了挠耳朵，尾号都是219。你休息一会儿吧，看错了。我竟知道，开车的人最怕胡思乱想。李丁也不是新人了，他也怕影响我。可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瞥了一眼后视镜，又来了。龙哥，一辆同样颜色的大巴车从右后方驶上来了，李丁整个人都贴到了椅背上。车子超上来的时候，我也往右边看了一眼。不怪李丁害怕，那辆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车上的人好像都是站着的，一个挨一个挤成一团，从窗外看去只能看到来回摇晃的白花花的手。我猛地敲了一下车喇叭，那辆大巴呼的一下超了过去，再看车牌号，尾号是133。李丁张大嘴吐出口气，人放松了不少，还好不是219。雨慢慢下得越来越大，路上的车更少了。我一直匀速向前开，快到晚上9点时，前方路旁有人开双闪，似乎出车祸了。李丁一直扒着车窗，想看看撞得严不严重，可随着我们靠近，双闪却消失了。路旁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护栏外面，似乎是交通部门放置的一台只剩个空架子的大巴车。大巴车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凹痕，显然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车祸。旁边还立了一块牌子，安全驾驶，性命攸关。李丁的脸霎时又白了，那大巴车后面没有车牌，不知道是不是219。我看了一眼李丁的脸色，却只想笑，真怀疑他以前是怎么跑大车的。你还是去睡吧，我自己能行。李丁好半天才慢吞吞地道，龙哥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能冲煞了。午夜12点，李丁忽然醒了，在后排小声问我道，龙哥，咱们过双龙隧道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没到。李丁半天没吭声，我知道他肯定又害怕了。我们一路倒班没休息，照理说晚上10点多就该到双龙隧道了。龙哥，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当然能。我直视着车前方，大灯映着雨丝，好半天没看到有车经过了，四周静悄悄的。龙哥，你说唐东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？李丁渐渐爬到我的车座后方，说话时一股股冷气吹着我的脖子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冷漠地答道，你见过尸体吗？你开了那么多年车，体会过车轮碾过人身体的感觉吗？李丁的问题越来越奇怪，我透过后视镜忽然看不见他的脸了。正奇怪，他的头已经侧着越过椅背，从我的脖子旁边伸了出来，泛白的眼珠死死盯着我。我一手抓稳方向盘，一手从腰间抽出打魂鞭，反手就给了他一鞭。那一鞭正好抽在李丁脸上了，他嗷的一声把头缩了回去，人像突然惊醒了一样，在后排坐上一顿扑腾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打我？你梦游了？
我回答道。李丁摸了摸自己肿起来的脸，发了一会儿愣，突然要哭不哭地道：龙哥，我不会是被……别瞎想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正想看看几点了，前面路旁的岔道上突然有人拿着手电筒一顿晃。我让李丁到车窗边看了看，李丁突然惊愕道：薛亮！龙哥，是薛亮！我没有立刻停车，也没有下高速，而是一路开到了前方的紧急停车带上。冲煞时车不离路，这也是当初老师傅教的。我和李丁下了车，薛亮见到我们在原地直蹦跶。太好了，终于有车来了。薛亮认识李丁，我们被困在这儿好几天了。你们车呢？李丁问道。唐东呢？他们都在前面村子呢。薛亮回身指了指，随着他一指，我跟李丁才看到下高速不远的地方亮了一片，似乎有个小村子。唐东说车的仪表盘坏了，不敢往前开了，我们就下高速了。你们没进双龙隧道啊？李丁有些吃惊。没有啊。薛亮也有些困惑的样子。我们走了好久都没到双龙隧道，后来唐东就带我下高速了。那你爸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说进双龙隧道了呢？电话我没打啊。薛亮拿出自己的手机晃了晃，这附近都没信号，根本接不了电话。李丁一听脸都白了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别啊，唐东还在村子里呢。你们开车过去把我们车拖上呗，车上还好多菜呢。唐东在村子里干什么？我皱眉问。薛亮看了我一眼，回道：唐东让村子里的人帮忙修车呢，村里的人说车修好了带我们过双龙隧道。我们不下高速。我直接对薛亮道：你爸让我们来找你，你先跟我们走吧，回头我们再让人来接唐东。薛亮听到他爸，眼睛亮了亮，那也行。这边薛亮刚跟我们上了高速，唐东出现了。他从路那边跑了过来，看到我就脸色一黑。龙长栋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现在想来给老子打工了？老子用不上你了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冷冷道：唐东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冲煞时车不离路。唐东不屑地吐了口唾沫，少装模作样了。老子在村里找到能冲煞的人了，人家也开20多年大车了，对这片老熟悉了。是吗？我不想搭理他了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，我们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唐东看向跟着我们的薛亮，你们想把薛亮带哪儿去？龙长栋，你不会想撬我客户吧？李丁磕磕巴巴地看向唐东。唐总，这时候就别置气了，这地方邪门得很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少吓唬老子，老子就不走。唐东转而朝薛亮大吼：那么多菜还在车上呢，你不管我就都掀了。薛亮有些犹豫，我回头对他道：你爸等你呢，他给你打了很多通电话了，你再不回去他该生气了。那我还是先回去吧。薛亮还是怕他爸的。唐哥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回去就让我爸派车来。我立刻开了车门，让薛亮和李丁上车。唐东气得大吼大叫：不许走！龙长栋，你他妈就是专门跟老子作对的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唐东，你现在是不是上不了高速了？我站在车门前，回头看向唐东。唐东被我说的一愣，他始终站在高速护栏外面。那明明不高的护栏，他几次抬了抬腿，却始终踩不上去。终于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扑通朝我跪了下来：龙哥，龙哥，你救救我！龙哥，我求求你！我摇了摇头，我就不聊你了，唐东。从你背叛我那天开始，我当初许下的会平平安安带你回去的诺言就不管用了。龙哥，龙哥，你别走！唐东瞪大了眼睛，脸上瞬间没了血色。龙哥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！龙哥，龙哥，我不敢了，龙哥！我上了车，唐东还在外面大喊，他拼命磕头，拼命向我们的方向跑。我启动了车子，唐东的喊声渐渐变了质，他把额头磕破了，慢慢整张脸都歪了。薛亮一直坐在副驾驶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车灯前仍然弥漫着雾气，我打开车窗，左手拿着打魂鞭，
在车窗外狠狠甩了3下，啪啪啪，3声清脆的鞭响，我听到了其他车子的喇叭声。浓雾散去，前方一颗龙头昂首挺胸。双龙隧道到了。李丁从梦中惊醒时，天已经亮了。他扑在副驾驶后，副驾驶上空空如也。薛亮呢？我们不是找到薛亮了吗？我没回答，转而道：刚刚薛总来电话了，唐东的车找到了，他们在双龙隧道前出了车祸，车翻出了高速，好在薛亮只是受了伤，昏迷被送医院了，唐东没救回来。李丁一下沉默了。事后我们平安到达了目的地，薛亮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总算被发现的及时，没丢了命。薛文平算计着时间，薛亮被找到时，我们刚好通过双龙隧道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利落地付了我60万的酬劳。有了这笔酬劳，我的债务就还上一大半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可以轻松很多了。只是我和李丁刚返回家乡，李丁接了个电话，脸色瞬间就不好了。他急切地对我道：龙哥，我刚听说唐东临走前买通了一批混子，让他们趁你不在时去你家搞事儿。我疯了一样的开车回家，路上连先打个电话问问都忘了。等我喘着粗气跑到家门口时，就看到被撬开的门锁，乱七八糟的脚印。我的一双儿女和岳母都不见了。那一刻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妻子去世的时候，脑中轰鸣一片，连耳朵都不好使了。李丁一直跟着我，见状一直在对我说什么，我却一句都没听到。李丁见状，直接从我身上掏出我的手机，一共6个未接来电。我一把抓过手机，也没看清是谁就拨了回去。那一刻，我已经有了杀人的心。但凡我的家人出了任何状况，我发誓，哪怕唐东死了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，碎尸万段。喂，龙先生吗？我没想到电话那头竟然是李霞。你家里人都在我这儿呢，我一直打你电话打不通。我狂跳的心终于在那一瞬间落回了原位。原来李霞是来还钱的，她拿着我帮她找到的那一缕胎发，打赢了离婚官司。陈萌萌的父亲一见到女儿的胎发，在法庭上就被吓破了胆。警方开始调查陈萌萌的父亲，李霞顺利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财产。他想来感谢我，就找到了王明，一起去了我家。结果正好碰上那一群来找事的混子。王明摇人，李霞报警，混子刚敲开我家门就被带走了。李霞不放心老人和孩子自己在家，就都接去了他那儿。我赶到了李霞家，抱着失而复得的家人，突然想到了当初那个疯疯癫癫的老道人对我说的话：修罗像，菩萨心。或许那不是对我的评价，而是对我未来的叮嘱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